冯小刚删戏后再现加密彩蛋，赵丽颖沉默凝视竟成票房密码，我手都在抖。65岁的冯小刚在首映礼上举着话筒，眼角泛红，说出这句话时，台下举着还我颖宝狠话灯牌的粉丝突然集体噤声。这个拍了30年戏的老导演，竟为删掉赵丽颖的台词失眠整月。被删掉台词的赵丽颖用3秒无声凝视让观众脊背发亮，而后首日票房狂揽 1.2亿。野路子碰上人间清醒，删戏比拍戏更煎熬。监视器前的冯小刚捏着台本的手青筋暴起，画面里赵丽颖正抄着扳手暴揍黑心工头，你们西人写的样子真 TM 恶心。这句让全场工作人员起鸡皮疙瘩的台词，最终被剪得只剩金属撞击声，就像园丁忍痛剪掉开的最艳的玫瑰。导演坦言，每剪一刀都在剜肉，但满园花开不能只靠一朵。这并非两人首次交锋。19年前广告片场，冯小刚一句演戏不是狗喘气骂哭赵丽颖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如今农村小妹已成顶流，却在40度高温的监狱场景里摔得满腿淤青，素颜贴着创可贴问导演够不够狠。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狠劲，让冯小刚删戏时恍然惊叫，他早不是当年那个需要我叫收放的丫头了。2. 被消音的狠话去了哪？观众自发开启侦探模式。当正片里赵丽颖踹翻老板的镜头口型与配音明显不符，眼尖的网友立刻截出 1080p 高清动图逐帧解码。有人发现被消音的去你 X 的恰好对应预告片2分17秒，更有人挖出赵丽颖5年前采访就算被踩进泥里也要咬着牙开花这句话，竟暗合角色高月香的人生注脚。这种加密式表演意外激活全民侦探热。数据显示，向阳花隐藏台词话题阅读量3小时破亿，抖音相关二创视频超200万条。就像吃火锅时藏在辣油里的花椒，越是看不见的刺激越让人欲罢不能。有影迷调侃，冯导这招以退为进，比买热搜高明10倍。3. 沉默比嘶吼更有力量。9.2分背后的表演。当流量明星还在争抢台词高光时刻，赵丽颖用真空表演完成惊艳转身。被删减的暴力戏里，她扔掉扳手后那个长达7秒的沉默凝视，被毒舌影评人盛赞，比10句脏话更有杀伤力。这让人想起周迅在《厘米的猜想》中那段教科书级的失语痛哭。真正的演技从不需要台词托底。行业数据显示，2025年 Q1 影视剧平均台词量同比下降 18%， 眼神系培训搜索量同比暴涨 340%。就像智能手机取代按键机，观众开始追逐更高级的情绪传递方式。赵丽颖在拍摄花絮中说的随时能再狠回来，或许正预示着一场静默表演革命的到来。4. 从青楼女到监狱姐，野草生长的15年。还记得宫锁沉香里那个被删光床戏的琉璃吗？当年裹着肚兜在雪地里发抖的新人，如今已成能跟导演掰手腕的狠角色。这让我想起老家院墙缝里钻出的野草，任凭风雨摧折，只要给点缝隙就能野蛮生长。戏外的人生更比戏剧精彩。被造谣偷税时直接甩爆表的果决，拍打戏不用替身的执拗，这些刻进 DNA 里的狠终于在高月香身上破土而出。就像他在杀青宴上说的，真正的狠话不是用嘴说的，是用伤疤写的。当68万人涌入影院只为看清那个被删减的眼神，我们突然读懂冯小刚颤抖的手，那不是妥协，而是老匠人对璞玉的敬畏。或许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加法，而是像修剪盆景般，在克制与爆发间找到最致命的平衡点。下次再有人说流量演员扛不起票房，请把向阳花 9.2 分的成绩单拍在他面前。毕竟能让人在沉默中听见惊雷的，才是真顶流。作为一名普通观众，我走出向阳花的放映厅时，久久无法平静。那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
一道锋利的光，照进我们对生活、对女性、对疼痛的集体记忆。而这份震撼，核心就在于赵丽颖那不动声色却强大无比的表演。很多人说，这部戏的最大惊喜是冯小刚导演的减法美学，但我更愿意说，这是一场属于赵丽颖的无声胜利。在一片静默中，在被删减台词的空白里，她用眼神、呼吸、姿态，把高月香的无力与愤怒、隐忍与爆发，全都演得入骨三分。那些沉默的几秒钟，比喊破嗓子的呐喊更有穿透力。这种沉得住气、不怕被剪的信念，本身就已经是电影层级的高级感。影片中有那么多狠的场景，却从未落入用力过猛的俗套。赵丽颖没有用过度的哭泣和肢体去赢得同情，而是把力量藏在最细微的表情里。尤其当她扔掉扳手，缓缓地看着镜头的那一刻，我的背脊都亮了。那不是演员在表演愤怒，那是一个母亲在吞咽所有愤怒之后的觉醒。她不是要我们可怜她，而是让我们理解她，尊重她。这种情绪的精准控制，是多年历练与天赋积淀下的结果。而整部影片也在这种隐忍的语气下，构建出一个更真实的社会切面。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角色的苦难，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生活的剖面。赵丽颖用高月香这个角色，把一个沉默的群体推向台前。她的存在不再是明星光环下的符号，而是带着尘土、带着血肉的真实。这种真实，是时代稀缺的珍贵。更让我动容的是，赵丽颖似乎正在构建一种新的表演语言，不是靠台词堆叠情绪，也不是靠戏剧冲突制造高潮，而是靠删减和空白，让观众自己去填补、去共鸣。这就像是一场深度阅读，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感受力。他在这个过程中，悄悄完成了一个演员到表演艺术家的飞跃。我甚至觉得，《向阳花》不只是他的代表作，更像是他职业生涯的新起点。过去我们记住他的灵气、坚韧，现在我们开始看到他的深度、锋芒。他不再只是那个可以演穷苦少女的赵丽颖，而是那个可以演人间疼痛的赵丽颖。而电影之所以动人，不仅仅因为他讲了一个好故事，而是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如何在极限中找寻表达的边界，又如何用极致的克制表达最深的呐喊。向阳花的票房固然可喜，但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重新相信，好的电影、好的演员依然能让人安静地坐下来，看一双眼睛，掉一场泪。赵丽颖在沉默中爆发，在克制中翻冲，在简约中建立起复杂的角色宇宙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银幕力量。有格调。向阳花海报高级独特，赵丽颖工作室审美引怒赞。4月3日，赵丽颖工作室的审美引发热议，起因是赵丽颖新电影《向阳花》的倒计时海报接二连三的惊艳众人。向阳花倒计时3天的海报，每一张海报都美到心坎里。和其他工作室倒计时不同的是，每张海报都用心设计，既结合了倒计时时间，又加上了电影主题。最主要的是，时间还是用海报场景呈现的。就看网友对于工作室的赞叹就知道，对于这3张海报是有多喜欢。美学设计让赵丽颖工作室拿捏得死死的，在现如今其他工作室都敷衍了事的情况下，赵丽颖工作室的用心真的能看得出来，有认真死磕的 boss， 就有认真较劲的团队呀。不过正是这种较劲才能呈现出好的效果，才会备受喜欢。把这3张海报拍起来看真的是蛮震撼的，每一张都将高月香的性格和电影的主题色彩展露无遗，并且每一张色彩搭配也是恰到好处，这很难让人不爱呀。也难怪能在网上引发如此之大的热议，赵丽颖工作室真的是在小试赛道上赢麻了。看得出工作室对于赵丽颖的每一个作品都非常用心的宣传，每一次的转发或者宣传都配有大把的文字。其实工作室对于艺人来讲尤为重要，毕竟这是对外的一个宣传口。之前面对粉丝质疑工作室工作的时候，
还觉得有时候是不了解情况的粉丝作妖。现在看来，有些工作室的工作确实做得不怎么到位。赵丽颖工作室和粉丝似乎就比较融洽，很少出现粉丝对于工作室指指点点的情况，这或许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吧。其实赵丽颖也是实名护犊子，之前因为造型工作室遭到质疑，赵姐也是第一时间霸气发文，别叽歪了，是我自己发的。看得出赵丽颖和工作室之间的双向奔赴了。赵丽颖近年的成绩就不用多说了，爆剧不断，各种时尚资源也是拿到手软。但赵丽颖就是娱圈一股清流，凭实力吃饭，不搞些七七八八的。希望工作室继续努力保持呀。当我们谈论一部电影的成功时，往往只关注剧情、票房和演员的演技，但向阳花却提醒了我们，还有一种成功是来自于视觉美学的震撼，尤其是从赵丽颖工作室发布的那组倒计时海报开始。作为一名普通影迷，我必须承认，当我第一次刷到那3张海报时，是真的屏住了呼吸。首先要说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质感，并不是一味追求高饱和度和复杂构图，而是极致的克制与细腻。每一张海报都像是一幅电影竞争，既有浓烈的情绪表达，又保留了某种留白与余韵，让人忍不住停留，再三端详。这不仅仅是宣传，更像是一种艺术表达。特别是将倒计时时间直接融入到场景构图中，这种创意让我彻底对电影海报有了新的认知。我们习惯了浮夸、模板式的倒计时图，但向阳花的视觉呈现方式却选择了更为克制、诗意的方式来表达情绪。那不是在告诉你还有几天上映，那是在引导你一步步走进高月香的世界。不得不佩服赵丽颖工作室的审美与专业态度。这种高水准的海报设计，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视觉品味，更是一种对电影整体格调的精准把握。他们没有把倒计时当作完成任务，而是真正将其作为延展电影叙事、建立观众期待的一个预告章节。这种策略是极其智慧的，不仅赢得了审美上的口碑，也为电影本身增添了更多艺术附加值。而海报中赵丽颖的神情更是锦上添花，她在画面中并没有刻意扮酷或挖造型，而是以一种克制的情绪、真诚的眼神把角色高月香的复杂心理直接传递出来。这不是一般演员能做到的，也是我身为观众最动容的一点。你甚至能在一张静态海报中感受到她经历的挣扎与崩溃，温柔与坚持。我们常说好演员遇上好角色，但我觉得赵丽颖更像是好演员成就了角色。哪怕只是一个凝视、一缕逆光，她都能把人带入角色的情绪轨迹中。这种感染力是任何华丽海报设计都无法伪造的，是真正由角色与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所激发的深层共鸣。所以，当这些海报在社交平台上刷屏，引发热议时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那不是偶然的爆红，而是一场策划精密、审美精准、表演动人共同酝酿出的视觉奇迹。向阳花不仅仅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，更是一种诚意的展现，一次关于影像美学的深刻实践。期待赵丽颖工作室持续输出这种高水准的创意，也更期待赵丽颖未来在大银幕上的每一次出现。因为她早已不是那个需要靠台词博关注的演员，而是能用眼神和沉默说服全场的真正电影之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。再见。